这末世真来了，你会选择哪种末世？是暴雨、极寒、高温，还是丧尸？听我一句劝，看到这种帖子千万别下头。我当时没怎么过脑子，顺手就选了丧尸。谁知道第二天一早，天都还没亮，楼下就乱套了。这时候手机又弹出一个新帖子，说是丧尸末日到了，给你4个安全屋选。我整个人懵了1分多钟，才反应过来咋回事儿？难道昨晚瞎选的丧尸世界成真了？想起昨晚看到的那个活动，说搞定生存任务就能拿奖励，我还以为是网上瞎编的段子，哪知道真碰上了。窗外面灰蒙蒙的，也不知道是天没亮还是变天了，空气里全是血腥味。对面马路有个男的正在狂跑，嘴里一直喊救命，他屁股后面跟着几个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人，死死咬着不放。这帮人看着手脚不利索，跑起来却像一阵风，没2下那男的就被一个穿运动鞋、胳膊挎着购物袋的人给扑倒了。我定睛一瞅，这不是前2天坐公交非让我让座的王大妈吗？这腿脚可真够利索的。剩下那群怪物一拥而上，对着地上的男的就开咬，隔着一条街我都能听见那种撕肉的动静。我躲在窗户后头，吓得连气都不敢喘。没多会儿，这帮怪物好像又盯上别人了，摇摇晃晃奔着花坛去了。我掐指一算，昨天那个末日4选1的帖子估计是来真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手机又弹出来一个新帖子，上面写着丧尸末日来临，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安全屋。第一个是独栋别墅，位置在人少的郊区，空间很大，地上2层，地下1层，还有个能种地的小院。第二个是顶层公寓，位置在人挤人的市中心，是个大平层，面积也够用。第三个是豪华房车，位置不固定，走到哪算哪，双层空间还算宽敞。第四个是便利店，开在学校附近，分区很细，有卖东西的地方，还有个小仓库。别墅面积最大，还能种菜，适合长期苟着。但院墙太矮，2层楼太显眼，末日里简直就是活靶子，光靠我一个人绝对守不住。而且图片角落标了2颗星，也不知道啥意思。第二张顶层公寓看着倒挺靠谱，站得高看得远，门看着也挺厚实，里面啥都有，床和沙发齐备，甚至还有个浴缸和跑步机，就是不知道停电了还能不能用。这个标了4颗星。第3个房车我直接不考虑，看着结实，但装不了多少货，而且这玩意儿还喝油，满世界找加油站太要命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连科目2都没考过。这标的是3颗星。第4个便利店的图看着有点邪乎，东西是挺多，但货架倒离地，乱七八糟的，地上居然还有不明液体，感觉这地方刚刚发生过什么惨案。这个是5颗星。这么一盘算，星级估计就是系统的推荐指数，便利店货最多所以5星，接着是公寓、房车和别墅排最后。我正发愁选哪个，楼上突然扑通一声，像是有啥重东西砸地上，紧接着哗啦啦掉了一地东西。楼上那个上3年级的小男孩扯着嗓子哭了起来：妈妈，你别吃爸爸，他害怕。这动静倒是一下子点醒了我。这里不光隔音稀烂，水电墙皮、防盗门全都不靠谱，到了这地步都不用人来抢，丧尸稍微一挤门就得塌。想到这，我选择了顶层公寓，床上立马冒出个光圈，唰的一下就把我吸进去了。等我回过神，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，只不过换成了1.8米的电动大软床。我张开双手，痛痛快快地伸了个大懒腰，舒服地哼出声来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这动静不是我发出来的，我像触电一样，蹭地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。卧室门外一阵阵传来那种嗓子眼卡痰的声，里面还夹着节奏感很强的哒哒声，听着就像有人穿着尖头皮鞋一下一下的踢门。屋里难道还有活物？这游戏不是单人闯关吗？我吓得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。我轻手轻脚爬下床，把耳朵贴在门上死听听，又是一声哑着嗓子的低吼。门外那玩意儿根本不是人。我手忙脚乱地把门反锁上，他估计是听到了声响，瞬间急眼了，开始砰砰砸门，吼叫声也越来越近。我死死顶住门，眼睛在屋里到处撒摸找武器。桌上有一台电脑，一个水杯，半包薯片，外加一卷宽胶带。床头是个大木衣柜，里面全是1年4季的男装，愣是没找着一件能用来防身的家伙。我心里暗骂，屋里藏着丧尸，算哪门子安全屋？看来那4颗星根本不是推荐指数，分明是坑爹指数。门外那怪物好像闻到了我的害怕，撞门的动静更加不大。我不信邪的又翻箱倒柜找了一圈，除了几条看起来挺结实的男士皮带，啥也没翻出来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系统说这是安全屋，肯定留了活路，总不能刚落地就让我领盒饭吧。我再次把眼神锁定在了卫生间，还真让我揪出了个宝贝。马桶旁边赫然挂着一个锃光瓦亮的大红皮揣子，我举着皮揣子在空气中乱挥了10分钟，咬咬牙深吸一口气，准备拼了。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外面的怪物就借着劲扑了进来。我手疾眼快，迎头一脚把皮揣子死死扣在了他脸上。这是个1.75米左右的男丧尸，速度贼快，我连他长啥样都没看清。说来也神了，这揣子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，把他的眼鼻嘴吸了个严丝合缝。他一下子变成了无头苍蝇，在原地疯狂抓挠，就是拔不下来。趁他病要他命，我扯开宽胶带，围着他开始绕圈圈，从头缠到脚，足足包了几10层。脸上的皮揣子被封得死死。接着我抽出刚才找到的皮带，把他的手脚全给五花大绑起来，最后像拴狗一样把他系在了床腿上。看他彻底消停了，我这才一屁股瘫倒在床上。还没等我顺过气来，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提示我
成功解锁顶层公寓，现在可以随便搜刮了，还给了我一个马桶揣子战神的奇葩称号，说是能领奖励，甚至把这只被捆的丧尸算成了我的战利品。虽说还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接着宣布末日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第一个目标是挺过第1天，第2个是攒够100点生存积分，第3个是把预计存活时间刷到1000天以上，只要全办妥了，就能带着超级大奖去到新世界。我现在的可怜积分只有15点，按照这配置，估计活不过10天。系统还预告20分钟后有新一波的选择环节，我赶紧点开我的武器库，发现我得到了一把神级马桶揣子，永远都折不断。看看这牛掰的说明书，第1条是自带锁头挂，闭着眼扔都能命中；第2条是专为丧尸定做，自动缩放大小，吸盘绝不漏气；第3条更狠，只要你不撒手，丧尸把脑袋揪掉也拔不下来。我立刻点击提取，手里凭空多了一把加长版并且不灵不灵闪光的皮揣子。领完装备，手机界面又变了，提示屋子的探索进度才20%，怕外头还有埋伏。我攥紧皮揣子，贼头贼脑地摸出了卧室。客厅相当敞亮，跟系统图里画的一模一样，软绵绵的沙发，实木茶几上还扔着2听可乐跟一盒自热火锅。阳台那边立着2花架子，上下摆满了一排排绿植。我凑过去一瞧，有的结了青椒，有的挂着小番茄，看着还挺新鲜。旁边纸箱里铲子、花盆、肥料啥的都有，连补光灯都没落下。看来这丧尸老哥生前还是个会过日子。手机叮的一声，系统帮我把这12盆葱姜蒜果蔬全都清点入库了。沙发边上摆着一台爆改过的跑步机，上面接满了电线和逆变器。系统提示我找到一台能人力发电的跑步机，跑得越快，发的电越多，档位分得清清楚楚，1000瓦时就是1度电，看着还挺科学。挨着饭厅有个大水柜，可惜里面快见底了，只有几瓶饮料。惯性饮水机里有大半桶水，旁边还囤着2满桶纯净水。接着我溜达进了厨房，灶台上摆着半化冻的牛排，几颗大蒜外加1小盒口蘑。冰箱倒是双开门的，但里面空荡荡的，没多少硬货，就1盒奶、几根肠、1点肉卷，外加一堆软糖和好几十根冰棍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这丧尸生前居然是个重度甜品控。粮油柜里还有大半袋面粉和半袋米，菜籽油、橄榄油也都剩了半桶。锅碗瓢盆和调料倒是应有尽有。我又去别的屋转悠了一圈，搜刮出了点日常用品。点开手机查了下任务进度，现在的生存点只有23，预计能活不到55天，离通关要求的100点和1000天还差着108000里。虽说有了落脚点，但这点口粮肯定撑不了太久，况且我打个小丧尸都费劲，日子长了这房子也守不住。刚好20分钟倒计时结束，手机马上弹出了新界面，提醒我到了安全屋得赶紧进货，给了4个地方让我选去哪儿搜刮。第一个是大型超市，开在市中心最大的商场里，啥吃穿用度的都有。第2个是社区小超市，就在小区门外，地方不大，但东西挺全。第3个是菜市场，卖新鲜蔬菜海鲜的，也是大爷大妈的晨练圣地。第4个是郊区别墅，荒郊野岭的独栋，也不知道里面藏着啥宝贝。系统提示这次出门能带装备，还大方的借了我一个300多平的空间背包。这回给的图只能看个大门，摸不清里头的虚实，没法靠看图分析，我只能按常理来盘算盘算。大超市绝对不去，就我这点本事，去了纯属给丧尸送外卖。菜市场卖的都是些生鲜果蔬，根本存不住。加上早上亲眼见识过老太太变异后的腿脚，我是绝对跑不过那帮大妈的。郊区别墅风险小点，但估计搜刮不出啥好油水，跟我料想的差不多。这次出门就是为了囤粮刷生存时间，要是运气好能顺手宰2个丧尸，爆点新装备就更美。这么一算，社区小超市既有吃有喝，危险系数也不算太离谱。我跑去厨房摸了个不锈钢锅盖当盾牌，顺手在后腰别了把菜刀，又拿胶带把脖子、脚腕、手腕死缠了好几层，拎起我的神级皮揣子，随后锁定了第2个选项生活超市。只有20分钟的进货时间，搜刮完随时能用空间传送回家。空间背包也顺利开通了，屋里又亮起了传送光圈。这回没了软床接架，我脚下一滑，直接摔了个狗啃，手里的锅盖狠狠砸在地上，震天响。这动静把我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连滚带爬躲到货架后头。不远处传来一阵稀碎的动静，我蹲了半分钟，好在没把什么怪物招惹过来。我搭着胆子悄没声地探出半个脑袋，顺着货架的缝隙，我瞅见远处办公室门口俩穿员工制服的丧尸正趴在地上狂啃。仔细一看，地上躺着个穿西装的男人，正在和丧尸亲密接触。趁着这俩怪物专心干饭，我赶紧把四周摸索了遍，没瞧见别的怪物。万幸超市还没开门，要是碰上早起排队抢特价鸡蛋的大部队，我今天非折这儿不可。看那俩丧尸吃得起劲，离我也远，我干脆放开手脚，直接开始零元购。可我这边的全是零食货架，管它好不好吃，摸得到的通通往空间里塞。糖果、饼干、辣条、泡面、火腿肠，这些玩意防腐剂拉满，放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。这300多平的空间跟个次卧一样大，容量相当可观。最爽的是根本不用搬，只要拿手一碰，默念一句收就完事儿。眨眼的功夫，除了最顶层够不到的2排货架直接被我清空了。我又弯着腰，蹑手蹑脚的溜达到饮料区，各式各样的酒水、饮料、牛奶、酸奶，在我的背包里一箱一箱码得整整齐齐。掏出手机一看，还剩11分钟。虽说生鲜区没多大，但本着贼不走空的规矩，我还是把能看见的都顺走了。鸡蛋、水果、冻肉丸子，甚至还有切好的鲜肉。旁边的米面油也没逃过我的毒手。虽说空间会自动整理，但不知不觉已经被我塞满了大半，时间只剩下最后6分钟。当我想如法炮制去薅点日用品的时候，
那俩正吃大餐的丧尸像中了邪一样，猛地歪着脑袋站直了。我吓得赶紧往货架深处缩，死死端着锅盖和皮揣子。难道是刚才装货装得太嗨，动静太大漏了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地上那个被啃得稀烂的经理尸体居然跟着抽搐了起来。他拿仅剩的一只手撑着地，拖着只剩一半的脑袋朝我这边飞速爬过来。另外那俩员工丧尸也张着血盆大口朝我狂奔过来，局势瞬间炸了锅。难不成这游戏还有最后5分钟强制刷怪的设定？根本顾不上骂娘。那个高个丧尸眨眼就杀到了我跟前，一股子恶臭的血腥味直冲脑袋。我双手攥紧皮揣子，照着他脸就是一杵，直接把他脸给吸死了。连带脑袋两边的肉都被包得严严实实。那高个丧尸当场失去视力，脚下一半狠狠摔在地上。我反应贼快，顺手抽出后腰的菜刀，照着他后脑勺就剁了下去。就在这节骨眼，那个胖丧尸也扑到了我脸前，我只能死死举着锅盖抗伤害，另一只手发了疯似的继续剁高个丧尸的脑袋。丧尸头骨硬得像石头，砍起来震得手发麻。好在那个胖子缺胳膊少腿，动作稍微慢点，我的锅盖勉强还能撑一会儿。几记重刀劈下去，高个丧尸总算凉透了。我立马扔了菜刀，把皮揣子拔下来，转身又怼在了胖丧尸脸上。本想照葫芦画瓢把他也放倒，谁知脚腕突然感觉不对劲，低头一看，那个经理丧尸不知啥时候已经爬到了我脚边，他张着那半拉破嘴就要啃我的腿。我这会儿根本没空去捡刀，我一咬牙心一横，把锅盖死死垫在身侧，猛地向上蹦起，借助体重直挺挺地砸了下去，整个人压着不锈钢锅盖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碎脑袋上。手机这会儿蹦出了新提示，奖励了我一个叫狼灭的新头衔，还封了我个丧尸杀手的号。系统提示我超市暂时安全，还剩最后3分钟，我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去日用品区疯抢，牙刷、毛巾、内裤、火柴，只要视线里的好东西通通揣兜里，直到把整个背包都塞得满满当当。倒数最后10秒，我捞起几袋速食顶在锅盖上，带着我的2件神器一起传送回家。探索任务顺利收工，系统夸我进货成功，生存指数狂飙，生存点直接涨到了60，预计生存时间也干到了快600天。只可惜空间背包的体验卡到期了，等我闪现回自家沙发，背包里的物资也跟着大变活人出现在客厅。没了背包的自动整理功能，好几百斤的物资稀里哗啦砸了一地。这破系统真是管杀不管埋，连个售后都没有。我跟个烂泥一样瘫在软沙发上，累得浑身散架。等好不容易喘匀了气，我赶紧掏出手机准备领赏，毕竟有钱赚才有活下去的盼头。先点开狼灭的奖励包，系统把我的锅盖升级成了神装。看看这离谱的属性，顶头上是钢盔，绑背后是龟壳，戴胳膊上直接变身美国队长。要是从高处砸下去，直接能给丧尸开瓢。拿着新装备，生存点又涨到了68，存活时间飙到了680天。手边的普通锅盖变得金光闪闪，我拎起来试了试手感，简直绝了。我半信半疑的把它往头上一扣，脸上一股凉意，镜子里瞬间出现了一个戴着专业头盔的猛男，连下巴都护得死死的，头顶的把手甚至变成了一根要命的尖刺。晃了晃脑袋，轻飘飘的没啥重量，就是这造型看着有点滑稽。把它挂在背后，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，变成了一个罩住全身的铁王八壳子。套在胳膊上时，面积直接变大了1倍，还多了个方便扣上的挂钩。左手皮揣子，右手铁盾牌，这一套行头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接着搓搓小手，点开第2个盲盒。丧尸杀手的战利品，这回给安排了个抽奖活动。选项1是个快递盒，选项2是个早餐盒，选项3是个宠物盒，选项4是个种子盒。还特意备注这活动绝对安全，没有坑。本着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，我开始挨个盘算。快递这玩意太玄乎，万一开出一箱没用的东西，可就废了。早餐就只能管一顿饱。我刚进完货，最不缺的就是口粮。养个宠物虽然能解闷，但末日里还是先顾好自己吧。算来算去，还是拿颗种子最靠谱。反正家里盆盆罐罐啥都有，只要别给我种出一盆香菜，我都能接受。系统提示我锁定了第4个种子盲盒。茶几上白光一闪，凭空冒出来一颗黑白相间的种子，足足有乒乓球那么大。我心里嘀咕，啥玩意儿的种子能有这么夸张？猛一看还以为是哪只鸡在这儿下了个鹌鹑蛋。这时候手机提示盲盒开箱成功，恭喜我拿到了一颗神奇种子。下面的说明更扯淡，说这玩意心情越好长得越快，至于能加多少生存指数，居然打了个问号。我捏着这颗种子瞅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花来。万幸这屋里最不缺的就是空花盆和营养土，我顺手把它埋进土里，又把旁边那些乱七八糟的肥料随便怼了点进去。最后拿喷壶浇透水，直接塞到了花架子底下。我刚扭头打算去弄点吃的，背后突然冷不丁冒出个动静，臭！我吓得一激灵，本能的冲过去抄起我的皮揣子。好臭！那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全身戒备在屋里搜了一大圈，连个会喘气的活物都没见着。好臭，臭死了！这回我是彻底听真切了，这动静居然是土里刚埋下去的那颗种子发出来的。我大着胆子凑近花盆，试着跟他搭话，问他刚才瞎嘟囔啥，到底哪儿臭？好臭！我来来回回套了半天话，发现这玩意翻来覆去就这2次，看来是听不懂人话。我只能端着花盆到处挪地方做实验，试了几圈下来，只要挨着韭菜盆，他就扯着嗓子喊臭，甚至还学会了喊救命。可一旦把它挪到薄荷旁边，他立马就老实了。
断，厉声不吭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种出个人工智能测霾仪啊！抽盲盒果然没好下场，纯属浪费感情。我把它跟薄荷搁在一块晒太阳，转头去我的物资山里摸了个鸡爪和酸奶垫肚子。厨房里那块牛排刚好化开了，留着中午直接开荤。随便糊弄了2口，我就开始当起仓库管理员。几个卧室的大衣柜全被我改成了货架，零食杂物塞得满满当当，成箱的矿泉水全堆进书房，那些快过期的全塞进恒温水柜，那些沉甸甸的米面粮油就直接堆在厨房，随用随拿。冰箱就那么大点地方，只能把鲜肉蔬菜优先塞进去，剩下的全靠密封袋对付。可这末日早晚得断水断电，到时候这些电器全得成摆设。万幸这屋里还有台能踩出电的跑步机，我亲自踩上去试了2脚，确实能存电，就是这转化率实在感人。就我这体力，累死累活跑半天也攒不出1度电，况且谁家好人能一天到晚在跑步机上死磕？等等，正常人不行。我慢慢把头扭向了主卧的方向，那只被绑在床腿上的丧尸听见动静，立马又开始疯狂扑腾，反正他脸上扣着皮揣子，身上五花大绑的，根本咬不到人。既然系统把它当成战利品发给我，那绝对有它的妙用。我大着胆子解开他腿上的皮带，连拉带拽把他弄到了跑步机上，按下启动键，连上蓄电池。这哥们也是绝了，肌肉记忆还在，履带一转，他居然跟着倒腾起2条腿来，而且越跑越带劲，速度直逼短跑健将。估计生前绝对是个资深马拉松爱好者。手机这会儿又非常懂事的响了，提示这丧尸直接进化了，连收幅度都跟着涨到了45%。发电机火力全开，屏幕显示每小时能发将近300瓦的电，我的生存点数直接飙到了79，存活时间也顺势拉到了快800天。照这永动机的跑法，10个小时起码能发2-3度电，让他天天干满20个小时，攒下的电足够我舒舒服服过日子。我瞅着跑步机上疯狂出汗的丧尸老哥，越看越觉得他眉清目秀。趁着老哥疯狂发电，我去厨房煎了块牛排，顺带搞了个沙拉拌玉米。刚开局物资新鲜，可不得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。结果饭菜刚上桌，屁股还没坐热，那颗破种子突然又嚎了一嗓子，害怕。我一头雾水，我在屋里吃个饭，有啥好害怕的？结果他越喊越急，仿佛真见了鬼似的。听那颤抖的小动作，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我饭也不吃了，赶紧抄起皮揣子，把锅盖也套在了身上。手机屏幕突然闪起红光，弹出了条要命的加急通告，说我家被盯上了，让我从4个仇家里面挑一个对付，只有要命的10秒钟考虑时间。第一个是天上飞的变异鸟群，估计是闻着我煎牛排的味儿了，打算直接破窗进屋开洗。第二个居然是这一片的狮王，说是来给超市那3个小弟报仇的，随时会从4面8方强攻。第3个是带家伙的活人，是楼里的邻居，家里断粮了，估计会在我门外死蹲。第4个是一波小型尸潮，追着别人一路咬到了顶楼，现在闻着我屋里的活人味儿了。我果断锁定第3个带武器的活人，确认刚点完，防盗门就被人敲响了。我像个贼一样贴在墙根，竖起耳朵听外头的动静。屋里有人没？听声音是个男的，嗓子还在发抖，感觉都要吓哭了。我是楼下的小张，王哥在不在家？外头全变异了，吓死个人！我给王哥送点面包、矿泉水，开门拿一下吧。我没有坏心眼，大家一块抱团活命吧。我顺手按亮了门口的监控屏幕，屏幕里是个瘦高个，正弓着身子缩在门外，手里还真拎着个塑料袋，脑袋左右乱转，演得跟个被吓破胆的小白兔似的。换做别人真就被他骗开门了。幸亏我有系统提前透题，按常理说，屋里要是没人或者全变异了，他就该赶紧溜。结果这孙子耗了一会儿，居然还在门外穷追猛打。王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求你收留我吧。吃的我放门口了，我先撤了。看着屏幕里他转身走进楼梯间，好像真打算走。害怕，害怕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这孙子绝对藏在楼道死角，等我开门送人头。奇怪的是，系统明明白白说他带了武器，可我在屏幕里连个指甲刀都没看见。最诡异的是，他凭啥那么笃定屋里绝对有活人？他要是真不知道这屋的老板已经变丧尸了，也就绝不可能知道我鸠占鹊巢，还在屋里囤了一座山的粮。既然啥也不知道，他为什么非得死咬着这个门不放？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小子8成也是个穿越来做任务的玩家。我在门后演练了几遍动作，轻轻把锁头拧开。就在门缝弹开的那一秒，那个瘦高个跟个鬼一样端着，把连发弩从死角扑了出来，耳朵边立马响起几声破空声，几根带着绿油油毒液的箭直接朝面部扎了过来。结果当当2声，奔着脑袋去的毒箭全被我的铁锅头盔给弹飞了。但这连发弩火力太猛，铁锅罩不住全身，还是有几根硬生生扎进了肉里。可被射中的这哥们就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甚至被激怒了，嗷的一嗓子扑了上去。废话，锅盖保不住我，但他正好能护住被我挡在身前的丧尸啊！门外这孙子不是口口声声找他的王哥吗？现在正主出来迎接你了。我龟缩在丧尸老哥背后，看着他顶着一身毒箭，像个战神一样扑过去，一口咬住了对方。老哥没了胶带和皮揣子的封印，战斗力简直爆表。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得亏开局就把他绑了，不然连我也得歇菜。更邪门的是，我发现那些毒箭上的绿水居然正顺着伤口被这丧尸全给吸收了。对面那个拿弩的瞬间破防，撕心裂肺的嚎了起来。看他还想掏装备，我冲上去一皮揣子就糊死了他的脸。王哥顺势一口，彻底送他上了西天。屏幕显示危机已经成功解决，成功获得了一些战利品。第一件战利品就是那把淬毒的连发弩。点开属性一看，相当变态，
箭头上沾的是丧尸脑浆，活人挨一下秒变丧尸。至于射中丧尸会咋样，居然是个问号。第二件战利品是个雷达眼镜，能隔墙透视，扫出附近到底有没有活人。连我的发电机王哥都跟着沾光升级了，听话度飙到60%，甚至能听懂点简单人话。系统疯狂给我画大饼，说有了这些好东西，狗到最后绝对稳了。我的生存点数一口气窜到了90点，存活期限更是突破了900天大关，离最终的100点通关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。随后为了图个踏实，我找了几条粗扎带，把安全通道的铁门给锁死了。系统非常给面子，生存点又往上跳了一个。看王哥还在走廊里瞎溜达，我一把将皮揣子重新呼回了他脸上。毕竟60%的忠诚度看着还是有点玄乎，万一他哪根筋不对，给我一口，那就全剧终了。锁死大门后，我像牵狗一样把他重新拉回了跑步机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夸他刚才立了大功。作为奖励，我大发慈悲，让他今晚多加1个小时的班。收拾完残局，吃饱喝足，手机居然破天荒的再也没动静了，这可把我急坏了。眼看就差最后9%的进度，系统偏偏这时候开始装死。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乱窜，手指头都快把屏幕给戳烂了。要吃有吃，要装备有装备，连这丧尸发电机都被我驯化了。到底还缺什么条件没触发？我眼睛在屋里转了800圈，最后死死盯住了阳台那个破花盆。这好歹是个预警雷达，要是真能破土而出，肯定能狠赚一波生存点。我二话不说，端起水壶就浇，还特意翻出音响搁在旁边，连播了好几首轻音乐。结果干巴巴等了大半个钟头，泥里连个泡都没冒，一丁点发芽的苗头都看不见。我满脑袋问号，说好的神仙之物。随后我蹲在花盆跟前，对着一堆土疯狂拍马屁，结果这玩意儿油盐不进，依然在装死。我一把端起花盆，假装自言自语，说要把这没用的东西刨出来扔了。既然你装死，干脆给你跟那盆韭菜埋一块得了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端着它往韭菜那边凑。别挨我！这招果然管用，土里立马传出了动静。臭死了，太臭了，拿开！我一看有戏，立马加大力度，恐吓他说，要是再不出来，就直接连盆端到马桶旁边吸味。话音刚落，我手里的花盆开始剧烈哆嗦起来。我赶紧把它稳稳当当放在地上，只见正中间的泥土被顶开，一颗大拇指那么点的绿多肉扭着屁股钻了出来，光溜溜的，连个嘴巴都没长。真不知道刚才那声音是从哪儿冒出来。此时系统通知神奇的种子成功发芽，下面列出了一排超能力。第一项是能闻味儿，这家伙是个重度洁癖。第二项是能提前10分钟预判危险。第三项是要是把他哄高兴了，还能蹦出几个字陪你聊天。紧接着满放烟花，恭喜我生存指数暴涨，我的生存积分终于干满100点，预计存活时间也直接突破2000天。屋子里的画面瞬间变得跟迪厅一样闪，手里的手机嗖的一下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投影屏，上面飘过大字：恭喜我成功熬过末日首日。今天一共搞定了5把4选1，拿了3成号，亲手弄死了4头丧尸，外加一个老6玩家。盘点完我堆成山的物资，断定我绝对能苟到通关，然后把我的家底挨个亮了出来。神级皮揣子、铁锅盾牌、毒弩外加透视眼镜，还配了一个嘴臭多肉和一个被当成永动机的老哥，夸我这身神装加小弟，战斗力简直横着走。进度条刷刷往前走，终于跳出了通关提示，告诉我游戏结束，可以带着巨款回老家了。接着弹出了4个让人流口水的终极选项：第一个发10个亿的现金，第二个把幸运值拉满10个亿，第三个给你充值10个亿的智商，第四个叫做我全包了。我两眼直勾勾盯着屏幕，手指头在空中僵了足足3秒钟。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老子当然全都要。我连半点犹豫都没有，一指头猛戳在第4个选项上，满屋子的采光瞬间熄灭，手机一下变成了瘆人的血红色，防空警报一样刺耳的动静，差点把我耳膜撕烂。跑步机上的丧尸老哥猛踩刹车，喉咙里发出防备的呼噜声。系统坏了，有危险！被我起名叫小绿的那盆多肉，叶子抖得跟抽风一样，扯着稚嫩的嗓子尖叫。屏幕上弹出版面巨大的红字，警告我因为贪心包揽了所有奖励，直接激活了变态级的隐藏考核。规矩很要命，必须1条命通关连环挑战，输了直接倾家荡产，永远困在这鬼地方。要是能扛过去，3个10亿的大礼包白送，还能随便选是回老家当首富，还是留在这当土皇帝。我看着这堆霸王条款，气得想吐血。搞半天这破系统在这给我挖坑呢，早知道老子刚才就不装那个狠人了。本以为点完就能回被窝数钞票，谁知道这狗游戏压根就没想让我活着回去。可上了贼船哪有退票的理，让我放弃30个亿，回去面对每个月那点破工资，我宁可死这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抄起我的神级皮揣子，伸手拍了拍丧尸老哥的肩膀，别慌，等老子拿了30个亿的奖金，非给你打个纯金的皮揣子糊脸上。话音刚落，屏幕猛地一闪，终极加试的第1题杀到了。第一关要求立刻搬家，给我在4个顶级堡垒里挑一个当老巢。选项1是市中心最高地标58层的全景写字楼，钢筋铁骨，自带独立发电，楼下商场医院一应俱全。选项2是挖在地下80米的防空洞，防核弹级别，里面能住1000多号人，方圆几十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
选项3是个湖心岛风景区，四面全是水，就一条木桥连着岸边，自带农场、鱼塘和发电站，绝对的易守难攻。选项4是市里看守最严的监狱，铁丝网、高压电、大铁门、单间房，食堂、医务室应有尽有，简直就是为了末日量身定做的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脑子飞转，开始排雷。那个写字楼看着高大上，其实就是个靶子。市中心人比蚂蚁都多，随便弄点动静就能引来全城的怪物。况且那一圈玻璃外墙防个风还行，要是真碰上成群的变异鸟，1秒钟就得被撞成渣，绝对不能选。防空洞听着硬核，其实就是个深坑活棺材。万一大门被怪物堵死，连个挖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。更何况小绿还得见光，王哥也需要场地跑酷，黑灯瞎火的地下根本玩不转。湖心岛看着逍遥，实际上是条死胡同。桥一段怪物确实过不来，但我也别想出去了，物资一点也补不上。真要是运气被碰上个会仰泳的丧尸，我连跳水的机会都没有，也不行。等我看到第4个选项，眼睛顿时放光。7、8米的大高墙上面挂着电网，就算是那轻功水上漂的王大妈来了也得抓瞎。厚实的大铁门拿手榴弹都炸不开。那么多包吃包住的单间，正好给王哥弄个总裁套房。剩下的小怪物抓来，挨个关禁闭。食堂、医务室、仓库一条龙。最绝的是这地方在荒郊野外，怪物密度极低，绝对是熬过末日的风水宝地。我二话没说，直接锁定了监狱。系统立刻确认，倒计时10秒大搬家，允许连人带货一起走，甚至破天荒白送了个永久的300平空间背包。这次着陆非常完美，我4平8稳地站进了一个看守亭里，外头风刮得呼呼响，空气里没那股恶心的腐肉味，倒是有股医院的消毒水味。我贴着玻璃往外瞄，高大宽阔的围墙看着就让人踏实。安全，没闻见丧尸味。花盆里的小绿猛地伸了个懒腰，掐着小嗓子喊句。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刚落地，结果刚拉开门，旁边角落里就传出2声哑巴似的低吼，2个穿制服的丧尸顶着个歪脖子就扑了上来，指甲壳里全是一坨坨的黑血。这要是换成昨天早上，我早就吓尿裤子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老子现在可是身经百战的揣子战士。我一个丝滑的小走位躲开攻击，反手就把皮揣子呼在了他脸上，随后举起铁锅盾牌死死一顶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那丧尸直接被震飞出去2米多远，摔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来。旁边被拴着的王哥早就急眼了，挣脱皮带，嗷的一嗓子压了上去，对着地上的小怪就是一顿猛输出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经过上次毒液洗礼，王哥的武力值早就超级加倍了。没用10秒钟，丧尸就去建了阎王，系统立马发来贺电，恭喜我拿下大门，解锁了典狱长的新称号，奖了我一份活地图，一套顶级防爆服，还有一把刺水枪。我的金牌打手王哥忠诚度更是飙到了70%，终于能听懂点人话了。我领着王哥，照着脑子里的地图，把这巨大的地盘巡视了一圈，越看心里越美。后厨大库房里的米面油堆得像小山，别说我一个人，就算拉个连过来吃3年都吃不饱。那些塑封好的腊肉、火腿挂满了半张墙，连压缩饼干都摞了几十箱。医务室更是夸张，退烧、消炎纱布、酒精应有尽有，甚至连做手术的刀片都一排排摆着。最让我激动的是武器库，里面不光有10几套崭新的防爆服、警棍、盾牌，甚至还翻出了2箱救命用的信号弹和强光探照灯。角落里还藏着个大惊喜，一台柴油发电机配着2大桶满满的柴油。之前全指望王哥在跑步机上卖苦力，发电慢不说人也遭罪，现在有了这大家伙，整个监狱的电网都能重新活过来。有人，还有坏人。我正琢磨着怎么给大强通电，旁边的小绿突然扯着小嗓门尖叫起来，我心里猛地一沉，赶紧掏出之前摸来的雷达眼镜架在鼻梁上，果然没猜错，镜片里立马弹出了8个刺眼的红点，全都扎堆在办公楼的2层，其中3个红点上还顶着危险的骷髅头标志。面对这帮占山为王的幸存者，系统甩出了4个选项。选项1是直接抄家伙清场，一个不留独占地盘。选项2是走招安路线，把他们全收编了当小弟，建立基地。选项3是画地为牢，各过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选项4是玩阴的，让他们狗咬狗，自己最后出来扫场子。我选择了选项2，办公楼方向就传来一嗓子断喝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抬头望去，2楼窗根底探出3个脑袋，手里分别抄着铁棍和菜刀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领头的是个20出头的小年轻，穿着号服，剃了个板寸，眼里透着股狠劲。我下巴微微一扬，王哥立马心领神会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冲着2楼就爆出一声震天响的嘶吼。那几个拿武器的瞬间吓得面如土色，连手里的铁棍都快拿不稳了。废话，谁见过这么乖巧还能看懂脸色的变异丧尸？不用慌，我不是来抢地盘杀人的，这监狱现在归我了。有吃有喝有电还有电网，愿意跟着我混的保管饿不死，嫌命长的想走现在就可以滚蛋，我绝不拦着。这话一出，楼上立马炸了锅。没过10分钟，就有6个人高举双手从楼里走了出来，楼上就剩那个寸头男和他的2马仔死撑着。我也懒得废话，直接让这6个归顺的把食堂打扫出来，分了点面包和矿泉水给他们。看着他们恶鬼投胎的吃相，我知道这帮人算是彻底归顺了。可我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这寸头男居然也是个带系统的穿越者。有毒，有人偷袭。当晚睡到半夜，小绿突然疯狂预警，尖叫起来。我跟安了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，顺手抓起雷达，眼镜戴上，镜片里3个红点已经摸到了我的牢房外头。
领头的寸头男正拿着个喷壶，顺着门缝往里滋毒气。我脑袋嗡的一下，瞬间明白过来，这孙子跟之前的老六一样，也是个玩家，身上带着系统发的神装。我一脚踹飞铁门，举起锅盖护住要害。那寸头男做梦也没想到我居然醒着，愣了1秒后，抄起手里的消防斧就朝我劈了下来。这把斧子绝对是系统货，带着一股冷气砸在锅盖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音响。他那俩小弟也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，手里的匕首显然是淬过毒的。我临危不乱，反手抽出马桶揣子，冲着最前面的小弟脸上就是一带，准确无误的吸了上去。那小子立马变成了瞎子，一头重重磕在墙上。寸头男转头就想溜，结果王哥早就从隔壁冲了出来，一把钳住他的肩膀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开饭。停！我赶紧大吼一声，王哥的动作立马定格，满嘴的獠牙离他的脖子就差不到1厘米，系统立马跳出捷报，恭喜我反杀成功。王哥的忠诚度直接干到了100%，我现在拥有了最高指挥权，甚至能让他去使唤普通丧尸，还提示我说拔掉了竞争对手，顺带缴获了对手的麻药喷雾、永不磨损的消防斧，还有一个装满补给的玩家背包。我的生存点数瞬间拉爆，变成了999，存活期限直接变成了5期。我低头看着下滩的寸头男，忍不住冷笑，原来这货是个职业抢劫犯，灾变前就在这儿蹲大狱，仗着系统金手指在牢里作威作福。我没要他的命，只是把他塞进了最高级别的重刑犯单间，每天管口饭。毕竟在末世，把他锁一辈子可比直接抹脖子残忍多了。经过这一仗，剩下那6个幸存者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彻底服帖。我把这帮人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管教负责巡查高墙，犯人负责给院子里的菜地浇水。毕竟有小绿在这，加速种菜根本不是事儿。至于王哥，那必须是我的皇家护卫军总司令。我拿着那把毒弩站墙头上，把外头晃悠的丧尸挨个点，中毒的丧尸全变成了王哥的忠诚手下。短短3天，我就凑出了一支50号人的豪华人肉发电机大队，每天在改造好的跑步机上挥洒汗水，整个监狱电网火力全开。墙头的电网火花带闪电，连只蚊子飞进来都得给电秃噜皮。正当我觉得可以躺平的时候，系统又开始整幺蛾子了。那天中午，我正美滋滋地煎着牛排，有狮王，丧尸大军杀过来了！小绿突然跟疯了一样狂奔，叶子声音里透着要命的恐惧，尖叫起来，手机屏幕瞬间飘红。那刺耳的防空警报又响了起来，全城最大的丧尸潮正往监狱扑过来，领头的是个 S 级的变异老怪，问我打算怎么接招。第一种是关门死守，靠着监狱的铜墙铁壁硬挺；第二种是开门迎客，带着小弟们主动出击，在半道截杀；第三种是声东击西，拿诱饵拉仇恨，自己去偷袭擒贼先擒王；第四种是放弃大本营，跑路到湖心岛避风头。我死死盯着手机，看了眼镜上的扫描图，密密麻麻的红点，上万只怪物正从市区涌过来，死守肯定没戏，高墙再厚也架不住上万只丧尸搭人梯。跑路更舍不得，我好不容易建好的豪华基地，哪能说不要就不要？至于主动出击，那纯粹是脑子进水，给人家送自助餐。排除了撒雷区，唯一的活路就是第3个，搞暗杀。我当机立断，马上指挥大伙把食堂所有的生肉全堆到西边空地上当香饵，又安排王哥带着丧尸连埋伏在东墙根，就等大部队被肉引走，跟着我直接掏老窝。安排妥当，我爬上高墙，举着望远镜死死盯着市区方向。好家伙，那尸潮乌泱泱一片，跟黑云压顶似的。吼声震的地皮都在发抖。最离谱的是冲在最前头那个穿着运动鞋，胳膊上挂个破布袋的老太太，跑起来简直要飞，速度甩了普通丧尸8条街。这不就是之前在公交车上逼我让座的那位王大妈吗？这老太太居然混成了丧尸界的大佬，难怪之前看她扑人的时候腿脚那么好，原来是骨骼惊奇。尸潮刚一靠近围墙，立马被西边的生肉味勾了魂，大多都疯了一样往里面挤。王大妈倒是个警觉的主，停在原地没动，歪着个头死盯着我这边的墙头。我一招手，带着王哥从侧门溜出去，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尸潮的大后方。王大妈身边就剩10来个变异护卫，根本不是王哥的对手。王哥嗷的一嗓子不进怪堆，瞬间撕碎一堆。我举着铁锅护盾，直奔王大妈而去。王大妈一见是我，嘶吼一声，像个出膛的炮弹一样朝我砸了过来，速度快的都出了重影。早就防着这一手，举起铁锅硬扛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震得我连退2步。王大妈也被这反震力弹出了老远，这下算是彻底激怒她了。她再次扑上来，张着滴着黑血的血盆大口，冲着我的脖子就咬。我等的就是这破绽，顺势掏出我的神级皮揣子，拼尽全力对着她脸就扑了上去。啪的一声巨响，这永不折断的神器结结实实的盖在了王大妈的脸上，连那2只耳朵都没放过。不得不夸一句系统的人性化设计，哪怕你变成了 S 级狮王，脸盘子再大，照样给你盖得严严实实。王大妈瞬间成了瞎子，在原地像个陀螺一样乱转，嘴里发出瘆人的惨叫，双手疯狂撕扯脸上的皮揣子，可那玩意儿就像长在脸上一样一丝不动。我迅速掏出毒弩，枪口对准他的后脑勺，没有任何迟疑，扣下了扳机，毒液瞬间打进体内。王大妈猛地一哆嗦，开始像触电一样抽搐。我本以为这老怪物要原地爆炸，结果下一秒惊掉下巴的一幕发生了，他居然对着我双膝跪地，喉咙里发出极其温顺的哼唧声。系统马上发来金光闪闪的提示，恭喜我升级 S 级狮王，奖励了狮王主宰的无上头衔，奖励包括接管全城丧尸，解锁系统高级商城，并且提前开启最终章试炼。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一句话，全城的丧尸大军指哪打哪。
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本想直接爆头，没成想竟然把这老怪物给收编了。王大妈这一低头，原本暴走的丧尸大军像按了暂停键，齐刷刷歪着脑袋冲我低吼。眨眼的功夫，这上万号怪物全成了我的打手。正在墙头观战的人全看傻了眼，连手里的家伙事都掉了一地。我处在怪物堆里，左手皮揣子，右手铁锅盖，身后还站着王哥和王大妈两大护法，简直爽到飞起。啥叫末世土皇帝？这派头就叫土皇帝。刚回牢房，灌了口水压压惊，手机屏幕猛地闪起金光，盼了半天的最终抉择终于弹出来了。系统提示这是最后一关，让我选条道走。第一个选项，目前所有奖励打包带走，回老家，顺带把这末日世界重置，熟人全复活。第二个选项，留下来当世界霸主，奖品超级加倍，但代价是一辈子回不去。第三个选项，带着记忆和一身神装独当重来，换个末日剧本重新玩。第四个选项，直接终结末日，拯救全人类，丧尸全变回人，但代价是30亿大奖全部清零，回去继续当穷光蛋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脑子有点乱。留下来当老大是挺爽，但我骨子里就是个俗人，还是馋外卖和奶茶。哪怕回去拿了大奖，可一想到楼上哭着找妈妈的小孩，还有那些被活活咬死的，我实在狠不下心，拍拍屁股走人，让他们永远留在这鬼地方。可要是选了当救世主，那到手的30亿巨款就得打水漂，我这心里又直滴血。就在这抓心挠肝的节骨眼，我突然想起了之前选的10亿智商大礼包，脑子仿佛瞬间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开始疯狂转圈。系统明明规定只要完成挑战，3重终极奖励就永久到手，压根没说选第4条路就等于挑战失败啊！老子一路过关斩将，收了尸王，拿下了整座城的丧尸，生存点全满，挑战早就成功了。这奖金绝对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。至于拯救世界，那是通关后的附加体，凭啥扣我的钱？我盯着手机，嘴角恨不得咧到后脑勺，一指头死死按在了第4个选项上。系统提示确认完毕，正在重置世界规则，紧跟着刷出通关大捷，3个10亿的大礼包直接永久打入账户。提示世界正在刷新，丧尸全部变回活人，秩序立马恢复正常。那阵熟悉的光圈又把我罩住了。丧尸的动静和阴风瞬间跑了个没影，等再睁开眼，我已经四平八稳地躺在自己那张小破床上了。顺着窗帘缝漏进来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楼下全是卖早点的吆喝和汽车喇叭声，再也没有那种恶心人的血腥味。我猛地翻身坐起，掏出手机一看，银行账户里老老实实躺着一长串零，整整10个亿，一分不少。脑子更是清醒的可怕，以前那些看天书一样的经济学，现在扫一眼就全懂了。这绝对是10亿智商发威了。扭头一看，床头柜上摆着那盆小绿胖乎乎的叶子，正伸着懒腰晒太阳。太阳真香！见我醒了，掐着小嗓子直喊。这时门被敲响了，拉开一看，站着个瘦高个，居然是顶层豪宅的原房东王哥。谢谢你救我一命，以后有事尽管招呼。他红着脸挠着头，顺手塞给我一条好烟。我乐呵呵的接了烟，顺势往楼下瞄了一眼。楼下公交站台那个战斗力爆表的尸王王大妈，这会儿正小心翼翼的扶着个孕妇上车。年轻人慢点，别挤着。一切都回到了天下太平一样。我关好门，顺手撸了一把小绿的叶子，瞅了瞅墙角那套跟着我出生入死的皮揣子和铁锅盖，再看看账户里的天文数字，嘴都快笑裂了。啥叫走上人生巅峰？这就是咱们成年人不做选择题，拯救世界和暴富发财，必须全都要。